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罗云熙新剧炸街，有望超越赵丽颖、杨幂，成为仙恋剧天花板。2005年《仙剑奇侠传》的开播，打开了内地仙侠剧的大门。之后，赵丽颖的一部《花千骨》开启了仙侠恋爱时代，杨幂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紧跟其后，彻底将仙侠与言情结合的影视作品推到了巅峰。从这两部戏开始，几乎每年都会上映几部古风仙侠言情作品，但可惜的是，除了这两部戏的热度炸裂之外，其他的作品只能用勉强来形容。于是就诞生了一种言论：仙侠加言情等于收视率毒药，杨幂与赵丽颖的成功不可复制。事实上真的如此吗？罗云熙白鹿的新剧也许已经给出了答案。白鹿搭档罗云熙主演的言情仙侠《长月烬明》上映才寥寥几天而已，上映之后直接成为了现象级火热作品。从大数据分析平台可以清晰地看见，《长月烬明》的收视率非常的炸裂，上映后就直接斩获了接近30%的网络平台收视率，直接一跃成为了收视率的榜首之作。值得一提的是，白鹿与罗云熙的这部作品《长月烬明》就是妥妥的修仙加言情的作品。当然，除了言情与仙侠，《长月烬明》也有自己的特色，是目前的言情仙侠剧市场罕见的，那就是男女主的相互救赎。《长月烬明》讲述的故事主要是一代魔尊与仙门之女的爱情故事。魔尊攻上了仙门，仙门难以抵挡，近乎满门尽灭。女主的父亲也在这场战役中身消道远，魂飞魄散。仙门掌门为了天下众生，也为了女儿可以活下去，将一件轮回仙器交给了女儿，让女儿回到了过去魔尊尚且没有成魔之前的时代，阻止魔尊成魔。回到了过去的仙门之女黎苏苏发现自己的丈夫澹台烬就是未来的绝世魔神澹台烬，两人在相处搭档过程中相互诞生了情愫，成为了情侣。然而澹台烬是天生魔胎，即便是爱也无法改变澹台烬的命运。于是黎苏苏决定以自己的生命正道换取澹台烬不入魔。这个方式果然有效，黎苏苏陨落后，澹台烬费尽了500年的时间在幽冥之的不断的寻找黎苏苏的元神，希望可以帮助爱人复合，结果澹台烬被幽冥之力感染重伤。幸运的是，澹台烬遇见了仙门弟子，仙门弟子将垂死的澹台烬救了回去，从此澹台烬正式成为仙门弟子，不再入魔。更幸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澹台烬再度与黎苏苏相遇了，这对错过了无数岁月的有情人在天意之下相逢了。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澹台烬虽成为了仙门弟子，不再入魔，可他的天生魔胎遭到了有心之人的觊觎，阴谋阳谋接踵而至。为了彼此可以在一起，更为了天下众生不会就此覆灭，黎苏苏与澹台烬各自走向了不同的位置。最终，澹台烬还是入了魔，成就了一代魔神。当然，与他一同傲世间的还有黎苏苏。经过3世的结束与修行，黎苏苏成就了神位。从剧情不难看出，《长月烬明》能火热起来，不是没有原因的。虽还是修仙加谈恋爱的设定，但《长月烬明》一改以往的恋爱大过天的设定，而是修仙者有修仙者的责任，爱情与世间众生比起来，还是人间更重要。看《长月烬明》，有一种梦回仙剑的时代，爱情很重要，但这个世界上也还有比爱更重要的事情。这样的作品火得一塌糊涂，自然在情理之中。